93大阅兵说明了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中国已经到了不得不亮剑的时候了。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世界局势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危险边缘。中国再不亮剑，全面展示下实力，恐怕某些国家真的会误判形势，在中国周边铤而走险，干出夜郎自大的蠢事儿。10年前，我们也举办了一场反法西斯大阅兵，当时我们集中亮相了一大批大杀器，包括航母杀手东风 21D 反舰弹道导弹、核常兼备东风26中远程弹道导弹、中国核威慑力量的压舱石、东风5B 洲际弹道导弹、轰 6K 战神轰炸机、歼15飞杀舰载机、红旗9防空导弹、红箭10反坦克导弹，直接把全世界都看呆了。美西方更是惊呼，中国是在秀肌肉，解放军的实力强得可怕，令人忌惮。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要突然搞个庆祝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继续猥琐发育发展经济不好吗？其实我们也想闷声发大财，只不过当时的国际局势异常凶险，已经到了随时可能擦枪走火的地步。当时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已经是摆在桌面上的名牌，在美国的撺掇下，在中国的周边至少发生了3件大事儿。第一件大事儿是钓鱼岛购岛事件，这次事件完全是日本自导自演的闹剧。2012年9月，日本突然宣布已经募集到了20.5亿日元，向所谓的日本所有者买下了钓鱼岛。这激起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愤慨，因为钓鱼岛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领土。第二天，中国就组织了4艘海监船进入钓鱼岛海域巡航，宣示主权。日本随后也组建了钓鱼岛警备专队，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持久对抗，不光是在海上，空军对峙的强度也是空前的。2014年6月的时候，中国空军在东海防控区巡逻时，遭到了日本 F-16战机的拦截。最危险的时候，日本战机抵近到只有30米的距离，随时都有可能擦枪走火。第二件大事更严重，那就是黄岩岛事件。在1984年之前，菲律宾官方出版的地图上压根就没有黄岩岛，而且还极度清晰地把黄岩岛标志在菲律宾领土之外。2012年4月，菲律宾突然发神经，持枪登上了中国渔船，抓捕中国渔民。更无理的是，还逼迫中国船长签署文件，承认非法捕鱼。中国船长拒签，他们就脱了船长的上衣，在太阳下暴晒。2013年3月，菲律宾还单方面宣布要把黄岩岛事件提交给听都没听说过的国际野鸡法庭仲裁，还宣布仲裁结果将于2016年7月12日公布。这就是大家熟知的南海仲裁案闹剧。几乎是在同一时期，越南也跳了出来。2012年6月21日，越南通过海洋法，单方面将中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纳入越南主权和管辖范围，直接引发南海局势再度紧张。2014年5月，中国海洋石油981平台在西沙群岛开展钻探作业，越南竟然派出35艘各类船只主动冲撞中国船只，5天内冲撞次数高达171次。日本、菲律宾、越南这样的小国竟然在同一时间跳出来找中国的麻烦，原因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在他们的背后撑腰。美国不仅为他们撑腰，还假借航行自由的名义，频繁介入东海与南海。2014年更是公然叫嚣，南海可能爆发冲突。彼时的中国如果再不展示下实力，恐怕某些国家真的会误判形势，以为中国还是那个可以随意拿捏的软柿子，连阿猫阿狗都可以咬上一口。时间来到2025年，世界不仅没有变得更和平，反而更加动荡了。现在的国际局势比2015年更加凶险。俄乌冲突一打就是3年，到现在都没有停战的迹象。巴以冲突打打停停，加沙问题妥善解决遥遥无期。叙利亚一夜之间大变天，黎巴嫩还在承受以色列的炮火袭击。以冲突打了12天，现在随时都有再打的可能。不仅如此，中国周边也不太平。美国在南海、台海频频挑衅，不断加大对台军售，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日本也在加速扩军，从专守防卫转变成进攻型防御，更是叫嚣台湾有事儿就是日本有事儿。澳大利亚、菲律宾甘当马前卒，甚至连印度都在蠢蠢欲动，还挑起了印巴冲突。如果我们还像过去那样低调，某些国家就会以为中国怕了。所以我们现在必须亮剑了，而且必须亮得震撼，亮得让对手彻底胆寒。这时，一场规模浩大的大阅兵就恰到好处。从目前透露的消息来看，这次阅兵将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黑科技最多的一次大阅兵。所有参阅装备均为国产现役主战装备，这意味着我们不再藏着掖着，而是堂堂正正地向世界宣告，中国的军事科技已经站在了全球最前沿。我们可以用最先进的装备震慑对手，也可以用雷霆手段帮他们重温下最沉痛的历史记忆。